大家好，我们是正话直说。大家先来看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川普，一个是10几年来把绝不卷入海外战争挂在嘴边的反战先锋，另一个是最近拳打委内瑞拉、脚踢伊朗的实战狂人。仅仅在18个月前，他还对选民发誓要让美国彻底远离战争泥潭。可今天，他却主动挑起了一场极其危险的冲突。不管你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，心里肯定都有个大大的问号。一个10几年如一日强烈反对攻打伊朗的总统，为什么偏偏在没有任何明确挑衅的时候，非要去推翻中东最复杂、根基最深厚的政权？千万别说政客的竞选承诺就是放屁。川普的反战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在他第一个任期里，他为了不打伊朗，甚至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。我们把时间拨回2018年底，当时川普单方面撕毁了伊朗核协议，紧接着开始对伊朗极限施压。到了2019年，伊朗急了，他们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疯狂袭击各国的油轮，局势剑拔弩张。那时候的川普有多不想打仗呢？他甚至跟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·博尔顿彻底闹掰了。博尔顿是个什么人？他是个骨灰级的超级鹰派，他最大的执念就是入侵伊朗，推翻哈梅内伊政权。伊朗打油轮这件事儿，对博尔顿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，天时地利人和全齐了。他觉得只要搞定川普就能开战。可不管博尔顿怎么极力游说，不管全球石油供应怎么受威胁，川普就是咬死了不打，他连局势都不想升级。到了2019年6月20日，局势彻底炸锅，伊朗得寸进尺，直接干下了一架造价1.2亿美元的美国全球鹰无人机。他们还在电视上天天喊着美国去死。博尔顿这帮高级顾问觉得机会终于来了，拼死进谏。你猜怎么着？川普反问顾问，如果打回去会死多少伊朗军人？得知大约要死150人后，川普大手一挥，他说用150条人命换一架无人机太亏了，严重不对等。他坚决不回击。博尔顿对这个决定极其不满，气得当场辞职。当年的川普宁可咽下这口恶气，也要退一步海阔天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短短几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个连身边人拼命劝战都不为所动，宁愿佛系忍让的总统怎么就突变了？其实一切的转折都源于几次让他甜头尝尽的微小胜利。博尔顿辞职前警告过他，说这次是无人机，下次如果伊朗弄出人命，美国必须反击。没过多久，伊朗民兵真的炸死了一名美国承包商，川普立刻下令反击，他甚至直接把伊朗的2号人物大权在握的苏莱曼尼给斩首了。伊朗当时气疯了，发誓要血债血偿。结果呢，伊朗只是轻描淡写的朝美军基地扔了几枚导弹，连个人影都没炸死。这件事儿给了川普极大的心理震撼，他猛然发现，原来跟伊朗发生冲突竟然没有任何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后果。他不用派大军，不用陷入泥潭，想打就打，想收就收。轰炸叙利亚是这样，击杀恐怖大亨巴格达迪也是这样。他慢慢在心里形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认知模型，他以为自己手里握着一个万能的战争开关。到了他的第2任期，这种自信膨胀到了极点。以色列突袭伊朗后，美国迅速入局，派了上百架战机和隐形轰炸机深入伊朗腹地，用了仅仅25分钟就把伊朗的核设施炸了个底朝天。打完之后，川普摆出大家长的姿态，大喊一声停火。他觉得只要他在社交媒体上用大写字母发几条帖子，全世界就得听他的。就连北约秘书长都给他发私信，夸他果断，捧得上天。7个月后，他又按下了这个开关，美军直接飞进委内瑞拉首都，把总统马杜罗从床上绑走，整个行动快进快出，零代价满堂彩。这套丝滑的小连招彻底震碎了川普对战争的敬畏之心。在他眼里，打伊朗跟抓马杜罗没什么区别，无非就是半小时轰炸，完成任务，关掉开关，接受赞美，这怎么能叫无休止的战争呢？所以他压根儿没想过伊朗会真急眼，更没想过霍尔木兹海峡会被彻底封锁。他错得离谱，战争的第一天确实像他预想的那样，美国的炸弹端掉了伊朗的大部分领导层，但他严重低估了伊朗这个国家的惊人韧性。现在战争已经打了1个多月了，伊朗哪怕自己半身不遂，也依然能死死掐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，随便几颗水雷就让全球船运公司闻风丧胆。川普现在彻底骑虎难下，想要解决海峡危机，
美国就必须派地面部队全面占领伊朗，清剿所有的革命卫队，这绝对不是几个月能搞定的事儿，必定要付出3、4位数的美军伤亡。当年伊拉克战争3个星期打垮萨达姆，后续的泥潭却拖了整整8年，颠覆一个政权绝不是按一下开关那么简单。以前那么多美国总统为什么不打伊朗？不是因为他们怂，而是因为所有军事专家都知道，这是一场代价极高且毫无胜算的烂仗。川普刚愎自用，全凭直觉治国，不听任何专家的劝告，把大国博弈当成烙大饼，翻来覆去。现在好了，海湾国家几十年的繁荣毁于一旦，世界经济濒临崩溃。更讽刺的是什么？当年为了救150个伊朗士兵不回击的他，今天却因为情报失误误炸死了170个伊朗小女孩。当这100多口小号棺材出现在电视上时，伊朗人还会欢迎美国吗？这些仇恨的画面成了恐怖组织最好的招募宣传片。伊朗人民没有等来自由的现代政府，反而要面对一个更加极端、更加凶残的政权。以前我们常说，有些人错把时代的红利当成自己的本事，现在的川普也是一样，几次短平快的精准打击，让他错把美军碾压级的绝对实力当成了自己运筹帷幄的本事。可是伊朗绝不是委内瑞拉，这次他真的踢到了最硬的铁板，他手里那个得心应手的战争关闭按钮彻底失灵了。而最悲哀的是，他傲慢的代价却要由苦难的普通人和全球经济来买单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是老周，横眉冷对，直言不讳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感谢观看。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，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。